是我以前的卧室吗？没有伤，我没死。末世爆发前1周，我重生了！老天有眼，先让我重活一次。红兰心、许云云，你们这对好母女，前世你们抢走我的救命物资，把我像狗一样赶出家门，在极寒中活活冻死的滋味，这辈子该轮到你们尝尝了。父亲寄来的快递，就是这个藏着100亿物资的神级空间，绝不能再让许云云那个贱人碰我的东西。140536，拿到了。佑佑，你怎么穿得这么臃肿乱跑？姐姐，你怀里抱的什么好东西啊？别碰我的东西！姐姐，你干嘛这么凶啊？江佑，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一箱破烂书而已，你们旅游回来了？哼，是啊，云云的成人礼过得很开心，那你们赶紧回家歇着吧，外面风大。妈，你看他那护食的穷酸样。就是你。爸。悠悠，好久不见。15年了，爸，我好想你。悠悠别哭，接下来爸爸说的话，你必须牢牢记住。快递里的白色晶体需要你用鲜血验证激活，把手心划破深一点，把晶体放进去，忍住痛。里面是爸爸花5年为你准备的物资，还有大量现金。你缺什么就尽快去买，一定要活下去，永远不要试图找我。爸爸爱你。爸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一定。好神奇的力量！天哪，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避难所吗？全都是现金，整整10个架子，整整10个亿的现金，10个亿！童兰心，你们错过了怎样的宝藏？有了这些，这一世我不仅要活，还要踩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活。气温开始降了，距离那场埋葬全球的极寒天灾只剩最后7天了。必须赶紧去囤货。姑娘，这是市场最大仓库，500平，通水通电，租金得按季度算。多少？原本5万，天冷行情涨，6万，押1付1。到账12万元。12万，租2季度。钥匙给我，别打扰我。姑娘真爽快，位置偏，没人吵您，尽管放心。偏僻大容量仓库才配做我的中转站。买点啥？零售左边，整箱右边。红烧牛肉面、老坛酸菜面、香辣牛肉面各要2天箱。多少？姑娘，你开超市啊？自热火锅、荤素各5000盒，压缩饼干1000箱，午餐肉罐头500箱。这得几10万啊！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们要先付定金的。全款现付，只有一个要求，下午3点前送到西区7号仓库。好嘞，您就是我的活财神，我这就叫人调货，保证准时送到。另外，帮我联系隔壁的饮用水批发，1万箱矿泉水也是送到7号库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第一批物资到位了，收。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神级空间，不仅容量无限，取用也只需一个念头。接下来验证最关键的一点，出。果然，空间里的时间是静止的，放进去是什么样，拿出来就是什么样。这意味着我可以囤积大量熟食，不用担心变质。在末世，一口热饭比黄金还珍贵。5号桌，您的加肉牛肉面，小心烫啊！开门啊！外面好冷，求求你让我进去！别喊了，家里粮食不够，养你这么大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滚远点死！童兰心，许云云，这一世我会看着你们在绝望中挣扎。
这鬼天气，才10月份就这么冷，这是要冻死人啊！第一波寒潮马上就要封锁城市出口了。文峰，那个骗走我奖学金、前世害我被辱的渣男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江小姐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最新款顶配平板100台，笔记本电脑100台，还有500个10T 的移动盘，全都备齐了。里面预装的学习资料和离线单机游戏检查了吗？检查了，农业种植、急救、医学、机械维修，全是按那张单子下的，还有您要的几千部电影电视剧都塞满了。刷卡送到老地方。美女，这母猪的产后护理和高寒地区大棚搭建技术你也要？这都几十本了。这排关于野外求生和格斗技巧的全包起来。上一世在避难所，最可怕的不是饥饿，是漫长幽闭带来的精神崩溃。这一次我要构筑的不只是物质堡垒，还有精神防线，还有重建文明的火种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秩序崩塌时，书里的东西比金子金贵。您留下的东西，我绝不会留给那对母女。收。只有放在我的空间里，才是真正的永恒。这人眼神好锋利，这种气场绝不是普通住户。万丽小区居然藏着这样的高手，上一世怎么没印象？看来要小心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家的小佑吗？怎么看到爸爸也不打招呼就要走啊？爸爸，许荣松你配吗？这脾气见长啊！不过嘛，我就喜欢这种带刺的。你妈说你不接电话，原来是躲这儿来了。小佑啊，你看这天寒地冻的，一个人住多寂寞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把你爸留的那些钱拿出来，我也不是不能疼疼你。许荣松，你想死的话，我可以成全你。给脸不要脸，我是你老子，教训你是天经地义。我的鼻子！这一拳替你臭嘴付利息。你敢打我，老子弄死你！找死！不想死就滚！下次再敢把爪子伸向我，断的就不是鼻梁和膝盖了。看够了吗？出拳果断，发力点精准，练过。与你无关。确实，不过这种垃圾处理得太轻，容易沾手。他在试探我，还是在提醒我，这个邻居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江小姐，按照您的预约，这里是剩下的所有现金，您确定全部兑换成实物黄金？现在的金价可是高位啊！乱世黄金，盛世古董，我不信纸，只信沉甸甸的东西。明白明白，经济形势难测，50根千足金条，您点点。不用点，帮我送到车上。保安，好嘞，江小姐，我们银行还有高收益理财。不必了，留着你自己买。封齐了，留给这些初期能换情报，后期不如一包泡面，但既是避险，也是空间升级的储备。美女，您这门选的也太夸张了，这厚度，银行机库也就这标准了，防盗是没得说，就是以后要是忘带钥匙，消防队来都得破拆半天。我要的就是谁也进不来。里面的插销和防撬钢梁都加固了吗？放心吧，这么暗我们都打了膨胀螺丝，钻进墙体半米深，除非把这面墙炸了，否则没人能硬闯进来。辛苦了，这是尾款。钢铁堡垒雏形已成，这一世绝不会再有人能轻易撬开我的生门。受强冷空气影响，未来1周全球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跌，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，储备好御寒物资、逃生岛等。终于要开始了。江佑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，赶紧给老子开门！文峰，看来有些人真是急着去投胎。死丫头，我是你妈！你把许叔叔打成那样就跑了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快开门赔钱！原本想等极寒降临再收拾你们，既然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江佑，你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，你那个野男人呢？让他也滚出来！我有10万块还在你这儿没拿呢。小佑，你别闹脾气了，我知道你有钱，我这几个兄弟都在，你借我50万，之前的事就算了，咱们还能和好。上一世就是这群人骗走了我的奖学金，还在雪灾时要把我扔出去换粮食。想要钱？我就知道小佑你还是念旧情的，快开门，外面冷死了。小佑，这就对了嘛。那就拿命来换。这女的真敢动手！怎么要我请你们滚？峰哥，我们叫人，你顶住！江佑，你疯了，我要报警！报警？好啊，
私闯民宅，持重勒索，看警察抓你还是抓我？反了！你这个孽女！你把你许叔叔打进医院，现在又打小文，你是要杀人吗？姐姐，你太冲动了。文峰哥哥只是想跟你好好说话。好好说话，带着流氓来撬门，这就是你们的好好说话。你们今天来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既然知道，那就赶紧拿钱！你把你许叔打成重伤，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没有50万这事儿没完。这里是10万现金，快给我，这也就是个首付。想要钱可以，但这钱不是赔偿，是买断。什么意思？签了这份断绝母女关系协议书，拿了这10万，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血浓于水啊！许云云，别演了。上一世不，这么多年，你们母女吃我的喝我的，还想把我骨髓都榨干。今天这字要是签了，钱拿走；不签，这一棍子就不是打在文峰身上了。签就签，原本也不是亲生的，养你也算是仁至义尽，10万块便宜你了。妈，咱们是不是亏了？亏什么？有了这钱，咱们能买多少物资？这死丫头也就是这点了，我饿死也不关我们事儿。带上我。看来你的真爱也不过如此。10万块废纸换个清静，等极寒降临，希望你们抱着这些纸能暖和点。那一棍子力道不错，但收力太早。如果是为了杀敌，应该击打肋骨下3寸。对付垃圾不用那么费劲。这是哪一家的？这铁门也太实诚了，全是实心钢筋啊！我的。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这层楼只有我们2户，与其各自为战，不如把这道公共走廊利用起来。你也打算装过道门？我在电梯口、楼梯口的位置加装一道防爆栅栏，你没意见吧？把这事层封死。有人闯入，这都知道门阵。如果挡不住，我们在各自的屋里也能形成交叉火力，不是互相支援。聪明。作为交换，我不探究你的秘密，你也别好奇我的。但这道门算我们共有的防线。成交。废纸一张，但在法律崩塌前，足够堵住悠悠众口。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来了。上一世的噩梦开始了。窗外传来鬼哭狼嚎般的暴风雪笑声，零下20度。但这仅仅是开胃菜，这一世我不求神佛，只信手中的刀和仓里的粮。地狱的大门开了，而我是这里的守门人。200块，现在200万也就是张废纸。上一世这个时候，我也像他们一样，缩在墙角祈祷救援。可惜，神明已死，救援永远不会来。区域限电开始了，这点电量足够撑到我开启备用发电机，享受时间结束。身体一旦贪恋温暖，离死就不远了。这种痛感才让人清醒。太慢了，这种速度，遇见变异种就是送死。这点痛算什么？上一世被人分食的时候，比这痛1万倍。有老鼠，这疯子第一天就敢出门猎杀。那是变异老鼠的血，还有几只不知死活的野狗。你也还没睡？在这种晚上能睡着的，大概率醒不过来了。变异鼠的胆汁涂在门缝上能掩盖活人气息，这一层我不希望太吵。谢了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会替你收尸。那你得排队。这就是强者之间的默契吗？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这种距离感反而是最安全的。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。苏锦儿，天堂有路你不走。江悠姐，多亏了你这把备用钥匙，不然我也进不了你安全屋，吃不到那些美味的罐头呢。上一世你用钥匙偷了我的命，这一世我送你一把通往地狱的钥匙。别冲动，江悠姐，是我啊！我知道是你，1102的苏锦儿。怎么，邻居做腻了，想改行做弃贼？你误会了，我就是看你家一直没动静，担心你出事，才想开门看看。我是好心，带着万能钥匙的好心。那我是不是该用这支弩箭，好好感谢你的关怀？你凶什么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家暖气停了，冻得要死。你家肯定有发电机，对不对？我都闻到了，你屋里有热牛奶的味道。还有，我看见你在地下车库停的那辆改装越野车了。所以呢？把车借我，或者你开车带我和我男朋友去一趟沃马努，我们要去抢，哦不，去买物资。放心，不白用你的车，等路通了，我让我男朋友给你转500块钱油费。现在大家都很难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囤这么多东西，分一点出来怎么了？
江玉，你的车真好开，可惜你命不好，以后这车归我和靖哥了。500块，你那条命连5毛钱都不值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？信不信我在群里曝光你，让大家都知道你见死不救？道德绑架，可惜这世道道德早就在零下50度里冻死了。滚！再让我看见你在我门口晃悠，我就把你钉在墙上做标本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你等着，我让我男朋友上来弄死你！你那些东西早晚是我们的。我也在等他来，毕竟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上路。还是断电了，比上一世提前了3个小时。断网、断电，文明社会的遮羞布彻底被扯下来了。现在开始，这里就是孤岛。苏锦儿这种人就像荒原上的猎狗，闻到了肉味，不咬下一块是不会走的。必须在身体完全适应极寒之前，把这栋楼里的威胁清理干净。那对狗男女就是最好的试刀石。来得挺快。就在里面，全是吃的。邮具破门，张静，你还是这么没脑子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金哥加油！锯开了，只要进了这个门，里面的吃的全是我们的。噪音太大，开枪会引来狮群，对付这种垃圾，棍棒足够了。阴我，老子弄死你！找死！你把他打晕了！我要报警！我要让警察抓你！报警？好啊，你报。别打我，我是邻居啊！江优姐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借点吃的。刚才还要锯我的门，现在就成邻居了。苏锦儿，你的脸皮比这墙还厚，记住这句话。我的腿！下次再敢靠近我家一步，断的就不是腿，是脖子。我的腿！嗓门挺大，看来还是不冷。来了，极寒天灾正式降临，没有电，没有暖气，零下40度。苏锦儿，你的报应才刚开始。修尘，看来今晚这层楼要彻底平静了。你是人是鬼？你想干什么？就别过来！邻里之间，看你们走不动路，帮你们一把。好烫，动不了了！我的腿拔不出来了！别费劲了，在这里动得越快，热量流失的越快。我是120的住户。回来，你个畜生！我不想死！我要杀了你！开水浇腿，急速冷冻。这人懂物理，更懂杀人。邻居是个狠角色，苏锦儿这种垃圾清理了也好，但如果他对我有想法，刚才那一脚虽然踹飞了张静，但我自己的脚踝也震得生疼，重生的只有记忆，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。这是父亲留下的收藏品之一，未开刃的玄铁重剑，重达40斤。第一组劈砍200次，不行，太慢了，这种速度遇这个变异种只有死路一条。40斤，这已经是极限了吗？再来，今晚不练到力竭，绝不休息。看来你很不甘心啊。虽然是垃圾，但挡在家门口，实在碍眼。连窗户都冻死了，这鬼天气。窗户冻住了，麻力打不开，得用巧劲儿。你也出来看风景？我不喜欢门口有异味，更不喜欢有人挡路。女士优先。走好，不送。
这只是开始，清理了垃圾，才能腾出地方迎接真正的风暴。只要别烂在我门口，死多少人都无所谓。12楼很干净，希望我们能一直保持这种默契。修晨那种人，杀人不需要动怒。刚才他提张静的手法是谢古树的起手式，我也得加快速度了。重剑练力量，唐刀练速度。在这个秩序崩塌的世界，只有手里的刀够快，才能活下去。苏锦儿和张静死了，这栋楼的恶意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弱肉强食，从今天起，这就是唯一的法律。这么快？抢物资！冲进去，里面有暖气！终于来了，暴乱比上一世提前了整整3天。想上来送死，那就看看你们的命够不够硬，能不能填满这12层的楼梯。电影里的特效果然没有现实精彩。外面零下50度，有人为保暖物资艰难求生，而我在这里安心泡澡看影片，这就是掌握主动权的安心。享受结束，该干正事了。来得真快。一共6个人，手里有撬棍和消防斧。6个，刚好够填楼梯缝。哟，这就舍得出来了，哥哥还以为得把门卸了呢。老大，这一趟赚翻了，这妞看着就嫩，肯定还没挨过冻。小子，识相的就把吃的喝的交出来，再把这女人留下，爷爷饶你不死。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滚，或者死。没脸不要脸，动手！想要我，那就靠近点。这就对了，乖乖让哥哥。下辈子记得先敲门。老大，杀人啦！别杀我，我错了，我有物资，都给你们。刚才想动我的时候，可没见你们是被逼的。枪法生鏽输了，浪费了1颗子弹。这些垃圾堆在门口太臭，拖到楼梯口，给后来的人提个醒。这才只是第一波试探。上一世我死得早，不知道极寒初期究竟乱到了什么程度。但既然我回来了，这栋楼就是我的堡垒。这眼神是那个组织，那是死神转动门把手的声音。走，活口带走，物资打包。那就都留下。队长，这女人是练家子，吵死！靠，野子扎手，一起上，弄死这对狗男女！想死的，尽管来。果然是黑鲨，前世也是这时候出现的吗？认识，听过，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猎狗，加上之前的一共18具，这里快堵住了。那就把路铺得更好看一点。任何试图上楼的人，都要先踩着这层层尸骨，才能靠近12楼。这就是界碑，仁慈是末世最大的毒药，只有展现绝对的残暴，才能换来片刻的安宁。擦擦，脸上溅到了。谢了。今晚应该能睡个好觉了。还有事？枪里没子弹了？那个江友，说，你懂接生吗？你说什么？接生？你屋里藏了女人？不是人。不是人，
难道是变异生物？姑娘，行行好，给狗吃的吧，我们要饿死了。上路。姑娘，哪怕是一块饼干，我儿子3天没吃饭了。又是这种低劣的把戏，前世死在这一招下的人，尸体都能填满护城河。把包留下！我的手！想死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在这世道，伪善比极寒更要命。制式武器、战术队形，是官方搜救队还是大型掠夺团？不管是谁，一旦遭遇，我背包里的物资就是最大的原罪。别动！如果是前世，我会杀了他取肉剥皮。但现在，你懂接称吗？算你运气好，碰上我今天心情还超错。听着，我要帮你，敢张嘴咬我，我就把你炖了。伤口太深，动脉破裂，你活不成了。带着他们是累赘，在末世养活自己都难。只要我转身离开，这几只幼崽今晚就会冻成冰雕，或者成为其他野兽的吻餐。但如果带走它们，变异生物的战力远超人类。如果能驯化，这就不是累赘，而是一支绝对忠诚的特种战队。既然托付给我，那就是我的兵。收。这末世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是他。有事？有没有止血钳和手术缝合线？还有推产素？你要生了？不对，你屋里藏了女人。难产，快不行了。只有这些，会用吗？多谢，以后必有重报。大人小孩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什么小孩？是我的猫。滚！给小崽子的，算是投资。多谢。母子平安，3只橘猫，1只散花。这是回礼。另外，今天在后山，我看过你的刀法。你在偷窥？恰巧路过。你的反应很快，力量也足，但出刀轨迹有多余动作。杀人技讲究2点之间直线最短，你习惯先蓄力再挥砍，遇到行家，这0.5秒足够你死2次。手腕内扣，利用腰腹转体带动刀锋，而不是靠手臂蛮力。受教了。早点休息，邻居。这比外面冻死饿死强，吃了它，活下去。那一身银毛倒是漂亮，既然跟了我，以后就叫你银雪。养好伤，你会是我最锋利的刀。2点之间，直线最短。手腕内扣。速度比以往快了近1倍。这个发力技巧极其反人类生理结构，却能爆发出恐怖的杀伤力。前世我在末世苟活10年，见过无数野路子高手，却从未见过这种纯粹为了杀戮而生的技巧。这不是普通的格斗术，甚至不是警用擒拿。这种直奔要害、不留活口的招式，是军方特种作战的必杀技。一个自称历史研究员的普通邻居，怎么会懂这种顶级机密格斗术？修琛，你到底是谁？江小姐，修先生，有屁快放！我的意思是，光靠你们2个人，就算找到了物资，也未必守得住。不如加入我们的巡粮队，人多力量大，也能互相有个照应。
对啊对啊，人多力量大嘛。就是，大家都在挨饿，你们12楼藏着那么多东西，也不怕撑死？想抢？误会，全是误会。我们是诚心邀请，如果你们加入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咱们这20多号人肯定优先保护你们。保护？还是拿我们当肉盾，替你们挡危险？滚！再废话，我就让这里变成停尸间。别这么大火气，邻居也是一片好意。张楼长，既然是合作，总得谈谈价码。如果我们加入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只要2位肯赏脸，找到的所有物资分你们一半。闭嘴，听我的！没有2位，咱们根本找不到更多物资，能有物资分就不错了。怎么样？1半的物资，这可是我的最大诚意了。2位可别辜负我的心意，咱们合作共赢才是正道。一不可责两相。一半物资是假，想把我们骗出铁门，趁机杀人越货，抢夺物资才是真。行啊，既然张楼长这么大方，我们不答应倒显得不识抬举了。你想拿他们当饵，引丧尸出来？外面丧尸不少，总得有人探路，省得我们费力气。而且，与其让他们天天惦记这扇门，惦记我们的物资，不如一次性打疼了，甚至打绝了，永绝后果。正合我意，省得他们像苍蝇一样烦得。进来吧，有些东西给你，待会儿用得上。随便坐，我去拿装备，很快就好。你把珍贵的物资都用来养猫了，这末世里粮食都不够吃，你居然……精神寄托而已。这末世太苦，总得有个活下去的理由。他们就是我的理由。这个频段经过加密，只有我们2个人能通话，防止被别人监听。你的那个民用对讲机带着吗？带着，那是公共频道，正好可以用来监听他们的动静。很好，这群人既然敢主动来叫门，肯定私下有联络方式。公共频道说不定能听到意外收获。待会儿分队，你大概率会被分到张朝明那组，他们肯定会刻意针对你。因为我看起来比你好欺负，又是个女人，好下手。算是吧，在他们眼里，你的威慑力只来源于那把唐刀，而不是你本身。他们觉得，只要夺走你的刀，你就毫无反抗之力。那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我的威慑力从来都不是靠刀。这是军用急救绷带，防水、止血效果比你那种民用的好得多。虽然我不觉得你能用上，但备着总没错。谢了，看来你的身份不只是历史研究员这么简单吧？军用物资、专业的用枪手法，可不是普通研究员能有的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就像你的那些变魔术一样，能凭空变出物资，不也很神奇吗？喂，听得见吗？老张，待会儿到了金辉商场，那个女的下手要快，别拖泥带水。急什么？等进了地下仓库再动手，那是死角，外面看不见听不着，就算她喊破喉了也没人救。先把那个女的做了，她那把唐刀不错，锋利得很，以后能用得上。那个姓修的男的看着不好惹，先想办法支开他。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等把那个女的弄死，拿到12楼的钥匙，里面剩下的物资就全是咱们的了，到时候大家都能吃饱饭。乖乖睡觉，爸爸出去清理一点垃圾，很快就回来陪你们。走吧，别让我们的队友等急了，该算算总账了。既然你们急着投胎，那我就送你们一程。这末世本就不是心慈手软之辈能活下去的地方。吃的，我找到吃的了！动手！像饿狼般，这是我先看到的。都别吵了，想把丧尸引来吗？
张哥，这里好像都被搜空了，咱们去地下仓库吧。大家都听着，1楼没东西，好货肯定在地下仓库。走。地下仓库，怕是阎王殿吧？这里的地形是个回字，上面看下面，一清二楚。哟，今天的外卖送的挺及时啊！各位兄弟，我们就路过。路过，进来了就得留下买路财，男的杀光，女的留下。别杀我！我知道谁有物资，是他，那个女的，她家住12楼，囤了几千万的物资，吃的喝的都在她那儿。哦，这就是你们的邻里互助？真的，她背包里肯定有肉，杀了她，你们几辈子都吃不完。有点意思，小妞儿，把包和刀留下，陪哥几个乐呵乐呵，饶你不死。想拿我的东西，你也得有命花。这几个杂碎，我来，盯着上面。江友，你干什么？既然你想借刀杀人，那就让你尝尝刀的滋味。这边禁止通行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是来收债的。刚才谁说要把我们杀光？江友，趴下！小陈，别抬头，203点钟方向有狙击手，居然有枪，这才是真正的黄雀。快点儿，那俩短命鬼在商场肯定回不来了。听说这女的家里全是吃的，撬开咱们就发了。找死！我的衣服！既然这么喜欢这扇门，不如死在这里守着。别杀我！是我们鬼迷心窍，江小姐饶命！江佑，停手！杀了他们太便宜，还会脏了你的门口。留着过年。这天寒地冻的，没了御寒衣物，他们只能回去抢家里男人的。放虎归山不好，但放一群饿疯了的狗回去咬狗，倒是场好戏。滚！再敢踏进12楼一步，下次划破的就是喉咙。忍着点儿，进屋取子弹。可能会很疼，没有麻药。来吧，我信你的手艺，别手抖就行。这就是他说的合作，这就是挡枪。好了，贯穿伤没伤到骨头，算你命大。多谢，不然这只胳膊怕是废了。该谢的是我，为什么帮我挡？优质的盟友比物资更难得，这叫风险投资。投资需谨慎，小心血本无归。给你的分红，拿着。这东西现在的世道你用得着。这是保险在拇指位置，上膛就能激发，后坐力有点大，双手握持。眼前这个男人受伤时不喊疼，杀人时眼不眨，现在随手就能掏出军用枪械。你到底是谁？历史研究员会有这个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这栋楼里除了我，没人配当你的队友。普通人拿这东西会手抖，他却像拿筷子一样自然。这家伙绝不是善类。收好它，下次再遇到那种狙击手，
我不希望你只能拿着刀往前冲。好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那几个女人要是再来，我不介意帮你清理门户。放心，他们现在应该正忙着跟家里人自相残杀呢。富水源，这笔账还没完。埋伏。那是肉，那是鲜肉，那个女的归我，狼肉大家分。林雪，杀！还要分肉吗？铁子扎手，撤！快撤！快撤！穷寇莫追，这种天气带着伤在野外，活不过今晚。干得漂亮，走回家。是狼！江小姐，这畜生是你养的？怎么，张楼长想给他加菜？哪里，江小姐，既然碰上了，咱们商量个事儿。你这狼养的这么好，肯定不缺吃的。现在大家都快饿死了，作为邻居，你是不是该分润一点？是啊，一条狗吃的比人都好。分润，可以啊。你这是走兽行凶！这就是你说的小宠物，很威风，防小人用的，效果不错。张楼长，刚才听你说要分物资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这我那儿也没余粮了，不如去你家。走。谢了。我看这狼挺有灵性，有机会让我摸摸。看他心情。一人一狼，这乱世，他适应的比谁都快。上一世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点，难道蝴蝶效应改变了？这里是中央紧急广播。重复，这是中央紧急广播。鉴于全球气候灾难不可逆转，原定救援计划全面终止，官方已放弃各省市援助地，即日起将在 C 市建立第一座国家级生存基地。所有幸存者请自行前往 C 市。重复，官方不再提供原地救援，这是一场长征。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既然官方还在，一定会在那里。林雪，我们要走了，去 C 城，我去收拾东西。所有幸存者，祝你们好运。C 城3000公里，父亲如果是官方人员，一定在那里。不对劲，这一周我频繁外出，背包里却从未装过木柴。在零下50度的极寒里，不烧柴却能穿单衣，修真不是傻子。以后每次出门必须带回燃料过明路，这个破绽差点致命。现在去补上这节课，林雪看好家。自热火锅，这可是现在的高奢品。江小姐好大的手笔。学费，我想学真正的杀人技，而不是花架子。在这个世道，不够狠的人，通常死得很快。拔刀，来。你的反应很快，但动作太多余，杀人一击毙命即可。再来。这招不错，记住这种感觉，那是绝境求生的本能。多谢指教。你的悟性比我想象的高，明天继续。当然。张楼长，手伸得太长容易断。哎呦，
江小姐、修先生，这么巧，我们在清理空房物资，统一分配。清理可以，越过这条线，手和脚就都别要了。楼道太窄，血溅的到处都是，清理起来很麻烦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咱们邻里邻居的，肯定互帮互助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办完赶紧走，别打扰人家休息。这种人就像阴沟里的老鼠，杀不绝还恶心。老鼠多了也能咬死象，这种平衡维持不了多久了。那就杀到他们不敢为止。我不介意帮你处理尸体。晚安。一旦平衡打破，今晚就是血洗这栋楼的开始。幸存者请注意，2日后凭身份证领取救济粮。终于来了，官方的施舍。攻！速度慢了，安逸太久，连狼都会变钝。平时这个点，修齐已经回来了。守好家，任何进门的生物，咬死无论。我只是想借个火，他就动手动脚。你个畜生，住12楼了不起啊？敢欺负我闺女！演技太烂，下次碰瓷记得穿得像样点。大家评评理啊！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必须有个说法！修先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大家邻里邻居，你怎么能趁火打劫呢？就是，看他包那么鼓，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。这种人品败坏的家伙，物资肯定也是抢来的。所以呢，张楼长打算怎么主持公道？徐家姑娘受了这么大委屈，精神损失总得赔偿吧？对，把你包里的东西留下，不然今天别想走。想要东西，拿命来换。所谓的道德审判，不过是弱者对强者合法的抢劫。大家别怕，他只有一个人，难道还治不住一个流氓？既然想演戏，那就让这出戏见点血。按住他，搜身，把他家里钥匙搜出来。你敢杀人？这可是法治社会，大家都在看着呢。法治？带着一群人抢劫，这就是你们的法治？我也想听听，我怎么欺负你女儿了。修村，把刀放下，大家只是要个公道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？对，把物资交出来赔罪，我们就放你走。那个谁，你自己说，我碰过你。死丫头，说话呀！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欺负你的，把那一包东西都要过来。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，快指认他，不然回家打死你！指认他！只要指认吗？去死吧！你疯了！我是你爹！我爹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走，快走！这女的疯了！跑什么？刚才不是都很正义吗？你们都是帮凶，都是吃人的鬼！既然敢拔刀，以后就别指望任何人。在这种世道，讲道理是死得最快的。那女孩做得对。这么晚要出去？带银雪透透气，楼里的空气太脏了，全是人味。小心点，外面虽然冷，但比里面干净。你也小心，张朝明不会善罢甘休。今天这事，他记在你头上了。那就让他来，正好我的刀还没喝够血。在这个末世，他是唯一能把后背交付的人。小小天哥，救救我，求求你！让开！下面的人都怕我，他们会孤立我，我只有你了。我不怕杀人，我也能帮你杀人。你刚刚不是杀得很利索吗？既然敢举刀，就该学会独立行走。
那是他们逼我的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你就不能发发善心吗？你也住这一层，我们是一伙的。别搞错了，这里是末世，没人是谁的救世主。还有，别把你那套道德绑架用在我身上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可以跟你平起平坐？就因为他有物资？这层楼不想惹来尸群的话，最好把地上的血擦干净。早去早回。都看不起我，你们都看不起我。林雪，走了。气温零下50度，这种天气，除了疯子和饿狼，没人敢出来。别玩了，干活。目标北山，出发！别管闲事，赶路要紧。这也太久没运动了。小鸡，谢了，老伙计。看来你没挺过第1轮极寒，也好，省得我省。在这种鬼地方做饭，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用担心香味引来邻居。这些是他在末世前囤积的生肉，若不加工成满屋飘香的熟食，实在对不起这绝佳的野外厨房。这就当是给未来的储备粮了。果然，体力劳动才是最好的取暖方式。里面虽然香，但那是存粮，想要填饱肚子，得靠你们自己。林雪，撤！此地不宜久留。还是家里安全。你也感觉到了，对吧？那东西比你强，必须变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谁挡路我就杀谁。反应不错，但下盘还是不够稳。你的格斗术全是杀招，一般人根本接不住3招。末世不需要花架子。对了，刚才楼下有动静，听到了吗？军卡的声音，如果没猜错，官方救济粮到了，每人2斤陈米，虽然不多，但这会让很多人为了这点口粮拼命。2斤米，也就是2顿饭，但这足以让那些恶红眼的人暴露出本性。我不打算和你一起去排队。现在这种局势，我们要避免表现得像个固定团队。明白。2只独狼比一群羊更有威慑力，分开行动也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。那只是一次试探，领完粮早点回来，别在下面逗留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你也小心。嘉佑姐，你也刚从修成哥那里出来啊？有事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修成哥刚才跟我说他喜欢身材好的女生，他还说让我有空多过去坐坐。哎呀，我是不是不该告诉你这些？说完了就让开。我就是觉得修成哥人挺好的，你要是不珍惜，可就被别人抢走了。编，继续编。看来昨晚那场弑父大戏还没让你演过劲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修成哥对我就是不一样。别以为你住他对房就有什么了不起，男人嘛，总是喜欢温柔听话的，不像某些人，整天冷冰冰的像块石头。果然，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恶心别人。你要干什么？杀人是犯法的。犯法？那你昨晚杀徐老三的时候，
怎么没想过犯法？收起你那套蹩脚的茶艺，你想抱男人也好，想卖身也罢，那是你的事。我的衣服，你这个疯子！这次划破的是衣服，下次就是你的喉咙。滚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修真，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就都别想活。只要能报仇，把这栋楼变成地狱又如何？张哥，我有很重要的情况要跟你汇报，关于12楼那2个人的物资。银雪，警戒四周，只要不是活人，随你怎么折腾。很好，还没人动过这些大家伙。只有这种工业级的日冷设备，才能在极热来临时保住囤积的冻肉。别闹，那是给你们以后清理狼毛用的。这种地方通常藏着老板的私人收藏。走，去看看资本家的底蕴。18世纪的工艺，放在末世前至少值8位数。不对，仓库里没有。吞了，空间把东西吞了。再试一次，不是吞噬，是吸收。他在吃这些老物件，之前的囤积只是单纯的堆放，现在他竟然有了进食的需求。难道古董是他的养分？收！原来如此，你想升级，那就吃个够。楼上还有一家专做豪宅地产的分部，那里肯定有更多老东西。怎么回事？这种老式结构防得住炸药，防不住听觉。盛世古董，乱世金，可惜现在金子只是重金属。正餐来了。没事，他吃饱了。既然吞噬完成了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进化出了什么。银雪，守好肉身。这是完整的居住区。仓库区时间静止，活物进不来。那这里呢？进。活物能存活，这里的时间是流动的。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既然他们能进，那我能不能进？赌一把。真的进来了。别闹，热死了。有水，有电，有温度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屋。倒计时，体验时长5分钟，无需充值，请继续计时。5分钟，只能待5分钟。想要我继续找古董是吧？好，很好。银雪，别玩了，准备干活。不管你要吃多少古董字画，就算是把整个城市的博物馆搬空，我也要让这个时间变成无限。美女，一个人带着条狗多不安全，加入我们互助自卫队吧。以后这片归我们管，进队不但粮管够，还能住进对面的暖气房。没兴趣。不识抬举，等以后出了事，别跪着来求老子。
互助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豺狼，专门吃人的那种。必须抓紧时间搜集古董，空间里的倒计时就像悬在头顶的剑。这几袋饼干不够付那1分钟的房租。松手，命不要了！这是给我妈的药。江宇，别睡，抓紧我的手。晦气，就这么点东西还敢反抗？前世的债，今生还。谁？没有什么可抢的了。拿着，防身。给我的，我没东西跟你换，无功不受禄。我不做赔本买卖，不想死在下一次抢劫里就拿起它。记住了，这世道只有手里的刀不会背叛你。我叫江佑。江佑。那个互助自卫队有问题，我在领粮点碰上了，眼神不正。不仅是不正，他们已经烂透了。那是风水园的人，一个盘踞在老城区的黑帮，手段残忍，而且他们有枪。自卫队和黑帮勾结，这是打算把周围的小区当猪圈养。风水园在扩张地盘，他们不仅要物资，还要人，壮劳力去挖矿铲雪，女人，你懂的。看来我们想安稳过冬，得先帮他们松松土了。与其等他们打上门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们需要分头行动。我去摸清自卫队的底细和巡逻路线。我去风水园踩点儿，今晚就动。还有个坏消息，楼里的张超明最近跳得很欢。那个伪君子楼主。凭什么12楼那2个不铲雪也能吃香喝辣？那是大家伙的物资，那是我们被剥削的血汗。他在煽动仇富情绪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会带着全楼的人来冲我们的门。那就让他们来，正好我也想看看，到底是他们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。行动！终于活过来了。只有吃饱了，才有力气去和那些魔鬼周旋。空间升级还需要更多的古董和特殊的科技能源，光靠这点物资坐吃山空可不行。那些沉睡千年的老物件，在末世里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江小姐、修先生，官方通知铲雪队集合了，大家都要出力呀！哎，看来人家睡得正香呢。也是，人家物资多，哪像咱们不干活就得饿死。凭什么我们就得去卖命？他们在里面享福，这就叫命。人家哪怕不铲雪，照样吃香喝辣。咱们这种普通人，只能给人家当垫脚石喽。走吧，走吧，别指望他们了。在这末世，人情冷暖，咱们得自己顾自己。享福，早晚都要吐出来的。想用道德绑架我，可惜我没有道德。妈的，这活根本不是人干的！再这么下去，没饿死先累死了！快点，磨蹭什么？这种苦力活哪是体面人干的？既然要活下去，就得利用一切资源，包括人。小徐啊，累坏了吧？来，吃块糖补补体力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看那边官方的大人们，还有那些有实力的队伍，他们可不用铲雪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咱们楼里这几个女人，只要肯豁得出去，就能换来咱们全楼人的安稳粮。与其在这儿当牛做马，不如换个活法。你说呢？江佑、修尘，等我搭上了这边的线，我看你们那2扇后门还能挡多久。
昨天我跟踪那伙神秘人，最后进了风水园，门口有持枪哨卡，看装备不是官方编制。风水园，那是老城区的三不管地带，看来黑帮已经把那儿当成据点了。张朝明这几天像只苍蝇一样乱撞，要是真让他搭上那边的线，12楼就永无宁日了。他想借刀杀人，也不怕那把刀先砍了自己的脑袋。既然要动手，就得斩草除根，光盯着黑帮不够，还得把这附近的眼线都拔了。正如我意，风水园的核心防御很严，今晚我去摸底，搞清楚他们的火力配置。那我去清理外围，听说对面小区的自卫队挺活跃，正好去给他们松松骨头。那帮人虽然乌合之众，但手段下作，注意安全，别脏了手。放心，在这个世道，有时候我也未必算得上好人。不想干就滚！咱们自卫队不养闲人，要么交粮，要么卖命。大哥，家里实在没吃的了，能不能通融2天？哎呦，这不是对面那个俊俏姑娘吗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这大冷天的，别冻坏！来来来，快进来烤烤火。听说这儿有个自卫队能保平安，我来看看。看，你当这是菜市场呢？想加入我们，得先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诚意。臭娘们儿，给脸不要脸！我的手！这就是你们最有实力的打手，太让人失望了。别杀我！我就是个管账的，都是他逼我的。我没空听你甩锅，我问你答。这附近除了你们，还有谁跟那个冯水源有勾结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这种小队伍哪攀得上那种大势力？想清楚再回答。我的耐心比这把刀还要短。我说是景园小区那边有个马楼长，他以前是搞物流的，手里有人有车，这一片的货都是他负责收拢，然后送去风水园。修层，鱼儿找到了，源头在景园小区，马楼长。收到，小心点儿，那是真正的狼窝。马楼长，既然你是那座桥，我就先拆了你这座桥，让张朝明无路可走。干什么呢？这儿不吃粥，没吃的赶紧滚！哎，你看这丫头脸生，但收拾的挺利索，身条也不错。大哥大姐，我听说这儿有个马楼长，本事通天，能给口饭吃。找马楼长的？那是，咱们楼长可是这一片的活菩萨。姑娘想投奔咱们景园，那是明智之选。不过嘛，咱们这儿不养闲人。我没物资了，但我那栋楼里还有好几个姐妹，都挺年轻的，就是胆小不敢出来。还有人？多大年纪？长得周正不？都20来岁吧。我想着，要是马楼主这儿真好，我就回去喊他们。太好了，马楼长最喜欢，不，最需要你们这种年轻人建设家园。妹子，你这就回去叫人，告诉他们只要来管饱，特别是去那个大地方干活的，吃香喝辣。大地方是那个冯水源吗？听说那边是大势力。算你识货，咱们这就是风水园的人才输送基地，只要货色只要人好，那边赏赐多着呢。懂了，那我明天带他们来面试。快去快回，别让马楼长等急了。那边的车队过2天就来收货。又来一批两脚羊，这次送去彭水园，又能换几箱罐头了。银雪，安静点，狐狸尾巴要露出来。走快点，一群废物！要是错过了风水园的交货时间，老子把你们剁了喂狗！装什么死？起来！这次的货成色一般啊，老炮子。下次再没好货，你的供暖煤炭就停了。您放心，我刚发现了一批极品，就在这附近，过2天肯定给您送去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自卫队，靠出卖同类换取生存。你们的路
走到头了。走吧，回去摇人，这种脏活得一锅端了才干净。回来了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比预想的更糟。景园小区是个中转站，马楼长专门诱骗幸存者，筛选后送去风水园做奴隶或玩物。既然如此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这边也有个坏消息。风水园那边怎么了？我潜入外围观察了他们的动向，他们正在集结重武力，不仅仅是防守，更有进攻的迹象。进攻哪里？我们的方向。张长明应该是把12楼有大量物资的消息卖了个底朝天。好啊，我还没去找他们，他们倒先急着来送死。他们想把12楼当成下一个景园，马楼长只是前哨，真正的狼群是风水园的主力。那就先拔掉前哨。今晚咱们不睡了，先去景园给马楼长送份大礼，断了风水园的眼线。正如我意，如果不把他们打痛打残，这帮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禁区。今晚可是个狩猎的好天气。那是自然，既然他们喜欢把人当猎物，那我就让他们尝尝做猎物的滋味。别愣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杀人。尝尝这饺子，我刚煮的。这种时候还能吃上饺子，你这日子过得比聚集地首领还滋润。味道不错，谢了。按照你刚才说的，景园就是个把人当牲口养的中转站。对，马楼长负责筛选，把年轻力壮或者漂亮的送去风水园，剩下的估计就成了他们的口粮。风水园在集结重火力，目标是我们这栋楼。张朝明肯定把咱们卖了个底地。那就在他们动手前先下手为强。不过富水园那边情况不明，硬闯容易吃亏。所以我今晚去探路，如果是硬骨头，我就买点炸药给他们松松土；如果是软柿子，我就直接端了。一个人太危险，我跟你去，我有空间，能装物资也能打掩护。不行，家里得有人守着，万一他们分兵偷袭，这里就是空城。你留守，负责接应。最迟明天天亮，我一定回来。如果我不回来，没有如果，你要是回不来，我就把这栋楼炸了，让你那好多物资都陪葬。好，为了我的物资，我也得留着命回来。迫击炮，改装车，如果修残暴露，这种火力覆盖下很难脱身。生存天数换取停留时间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活得越久，我在空间里能待的时间就越长。如果遇到必死之局，这1个小时就是最后的保命岛牌。修坤，你最好别死在那儿。天亮了，还没回来，超时了。修寒这种人绝不会无故失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别打我！没长眼啊！干什么呢？这楼里不收要饭的，赶紧滚！大哥，我是来找人的，我女儿住这儿，她是12楼的。12楼？你女儿叫什么？江佑，她叫江佑，我是她妈。哎呀，原来是江小姐的母亲。我是这栋楼的楼长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！真的？那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她？我就知道这死丫头，我就知道小尤有出息。大妹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江尤现在可是咱们这儿的大户，家里物资堆成山。不过嘛，她脾气不太好，未必肯认你。风水园的主力到了，修尘难道真的折了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咱们的底气。以后这栋楼没人敢说个不字。那是，张楼长威武。那个，能不能先带我去找小佑？我要冻僵了。大妹子，既然你是江佑亲妈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。你女儿现在富得流油，但心也狠着呢。那死丫头就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她敢不认我？哎，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事儿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配合我，我有办法让她乖乖把物资吐出来孝敬你。我都听你的，只要能让我进屋暖和，吃上一口热乎饭，让我干啥都行。走，咱们去会会这位12楼的大户。江小姐，开门，看看谁来了！是你失散多年的母亲啊！悠悠，我是妈妈呀！你快开门，外面好冷，妈妈要冻死了。果然凑到一起了。若是前世，我或许还会心软，但现在你们的戏演得再好，也只是跳梁小丑。
看来江小姐是铁了心要当薄孝女了。童姐，别喊了，省点力气。这小畜生，我就知道他是个白眼狼。不急，既然软的不行，咱们就来硬的。我有的是时间陪他玩。走，先给你安排个住处。这屋原来的住户早死了，虽然没暖气，但好歹能避风雪。先垫垫肚子。记住了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死12楼。只要江佑一露头，或者那个叫修村的回来，立马通知我。放心吧，张楼长，只要能治那个死丫头，我天天守在楼道里都行。张楼长，这就是你找来的新把手，看着不太中用啊。徐颖，别小看人，这位可是江佑的亲妈，也是咱们撬开那座堡垒的钥匙。亲妈，真有意思。江佑那个高高在上的贱人，竟然有这么个极品母亲，看来我得好好孝顺您了。行了，既然是邻居，以后就多照应。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江佑有的，咱们都要抢过来。他没有人性，咱们就教教他什么叫规矩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这位阿姨的，只要能让江佑痛苦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抱歉，回来晚了。昨晚那边的巡逻突然加密，我被困在了外围雪坑里4个小时。人没事就行。这袋肉干是抵昨天自筹锅的，我不喜欢欠人情。你看这里，风水园现在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这是西门，防守这么严密。西门是正门，也是吞噬幸存者的巨口。东南门被焊死了，北门是隐蔽的逃生通道，只有核心高层知道。这是我在他们废料堆里捡的。他们在非法制造军火，虽然工艺粗糙，容易炸膛，但在末世，只要能想就能杀人。这一世，他们竟然比前世还要丧心病狂。这种毒瘤绝不能留。最里面的这栋行政楼是组织者黑虎的老巢，戒备森严，周围全是暗哨，我没敢贸然深入。这就够了。兵工厂、人口买卖，再加上私藏重火力，这3条罪状足够让官方那帮人坐立难安了。你是想借刀杀人？我们2个人单挑整个风水园不现实，而且容易两败俱伤。但 SZ 大楼那边不一样，他们虽然掌控力弱了，但绝不会允许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。驱虎春狼，好计策。情报我来送。不，我去。你昨晚已经冒了险，这张脸估计也被暗哨记住了。我有我的路子，而且我还有比私账要顺路去算。备用的，带着防身。今晚雪大，路上小心。谢了。还有，如果明天早上我没回来，不用来找我，守好这栋楼。不能留下任何指纹，也不能让比比暴露身份。官方那边现在虽然乱，但刑侦手段还在。原件必须销毁，或者藏进空间。证据链要闭环，但线索链必须在这里斩断。银雪，进空间。今晚是前行，带上你不方便。张朝明那老狐狸，既然把童兰心弄来了，绝不会什么都不做。楼道里恐怕不干净。10分钟，足够我撤到安全区了。什么人？出来！报告，外围发现可疑信件，没有发现投递人。私制军火，人口贩卖。哼，好一个风水园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搞军工厂。头，如果是真的，这不仅是挑衅，更是隐患。我们要查吗？查个屁！证据链这么闭环，这是有人想借我们的刀杀人。但这把刀我借了。通知1队、2队，10分钟后集合，带上重火力，老子要给这帮黑社会去火。刀已出鞘，张朝明、风水园，你们慢慢玩。银雪，警戒，这里没人，可以透透气。防辐射，防极寒。上一世如果我有这些，安全屋也不至于在后期变得像纸糊一样脆弱。极热之后的酸雨和辐射才是真正的地狱。这些玻璃能把我的堡垒武装到牙甲。走，银雪，去下一栋，那里有好东西。这是军工级别的，能抵御强酸腐蚀和大多数病毒气拥抱。怎么了？有人？果然有尾巴，看来是从市区一路跟过来的。
看来今晚不用我动手了。撤，银雪，这出熊吃人的好戏，我们就不当观众了。悠悠，我是妈妈呀，你就这么狠心看着妈妈在外面冻死吗？世风日下，当女儿的住着暖房吃着热饭，亲妈却在外面受冻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悠悠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我们先冷静一下吧。江佑，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大家只有团结才能活下去。你作为晚辈，又囤了那么多物资，把你妈接进去，顺便分点粮食给大家，这是做人的本分。悠悠，张楼长说的对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大家都不容易。赠人玫瑰，我看你是想把我连皮带骨吞了吧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这是为了你好。既然你敬酒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的鼻子！张朝明，收起你那点算计。以前我不动你是嫌脏了手，再敢带人来我门口狂吠，我就让你永远闭嘴。还有你，少跟我演母女情深。当初拿那10万块买款的时候，你可是签字画押，笑得比谁都开心。10万买断，这是卖女儿啊！我就说这当妈的怎么看着这么假，原来早就拿钱断绝关系了。钱你已经收下，我们就此两清。如今再回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反应速度变快了，但这招回防还是慢了半秒。再来，这种程度还不够。今天外面安静的有点反常，那帮铲雪队的人，平时这个时候早就该出门了。官方广播刚发了通知，暂停所有铲雪任务，理由是暴雪预警。实际上是要腾出手来收拾风水源了。我们昨晚送的那封信起作用了。雷战那种性格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风水源私藏军火，又搞独立王国，触碰了官方底线。这一战打完，周边的势力格局又要洗牌，张朝明估计要急了。马哥，那地方真能弄到那种好东西？我想弄把喷子，收拾个臭娘们儿。只要你有物资换，风水源什么都有。别废话，跟紧点，那边查得严。有人赶着去送死，我刚才看到张朝明出去了，方向是浮水源。天堂有路他不走，今晚浮水源就是个绞肉机，他这算是自投罗网。这就是贪婪的代价。不管他，官方动手，我就能安心睡个好觉了。今晚没人会来打扰我们。嘘，别怕，那不是针对我们的。看来官方这次动了真计，连地皮都想掀了。前世风水源为祸一方很久，这一世因为那封信提前覆灭，蝴蝶翅膀扇起来了。睡吧，今晚的烟花还要放很久。这片脏透了的地方，总算要洗牌了。我的眼睛！医生，给我止痛药，我要疼死了！闭嘴！再豪就把你扔雪地里去。止痛药是给战士用的，不是给你们这种投机分子的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去换粮食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今晚清剿毒瘤，你们偏要往枪口上撞，能捡回一条命，烧香吧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腿没了，我在小区还怎么混？我的眼睛，酱油都是因为酱油。战果比预想的还要大，风水源的地下冰场、人口贩卖据点，昨晚被连根拔起。雷霆手段，看来官方早就摸清了底细，只缺一个动手的契机。没错，根据内部频道的消息，现场解救了200多名幸存者，缴获的物资够官方基地撑2个月。民间伤亡2人，张朝明左眼贯穿伤，马林左小腿炸断。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好消息。这2人想去买枪对付你，结果刚进门就赶上火烹。恶人自有天收，在这个世道，残废比死更难受。张朝明回去后，他那些顺民恐怕要造反了。还有更有意思的，官方公布了一份从风水源缴获的交易名单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一支代号胡狼的境外录佣兵小队，他们不在昨晚的击毙名单里，趁乱跑了。雇佣兵，这种时候他们来内陆做什么？根据情报，他们和风水源交易了一批炸药和破拆工具，而他们的撤退路线直指国家博物馆。国家博物馆，那是蓝星最后的文明火种库，他们想趁火打劫，把国宝运出境。不仅如此，那里面据说封存着第1代陨石样本，那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。张朝明已经是个废人，不足为惧，但这群老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。你想截胡？不是截胡，是文物保护，而且我也正好缺一批趁手的重武器。看着容易，这褶子怎么一捏就散？别用蛮力，那是面粉，不是敌人的喉咙。虎口用力，巧劲一合。
成了，看来无论是拿手术刀还是擀面杖，核心都是手稳。剩下的你自己练。今晚这顿饺子留着明天吃，我得出发了。我不问你具体的手段，但那群雇佣兵手里有重火力，这把刀开了血槽，近身防卫用得上。我也正好缺几把吃秤手的枪，今晚去进货，记得锁好门框。如果明天早上我没回来，不用找我，那是风雪太大耽搁了。活着回来，这顿饺子等你回来下锅。都小心点儿，老板只要陨石样本和几样顶级货，带不走的全部炸烂，别给黄皮耗子留渣。这就是5000年的文明，现在连块压缩便干都不如。动作快点儿，装完炸药去地下库房。既然来了，就都留下当肥料吧。什么人？疑虚，开火！出来，混蛋！你在哪里？在 Z 国的地界炸祖宗的东西，问过我了吗？下辈子别来这儿撒野。收。饕餮，金缕玉衣，传世第一。啊！这是空间进化了。检测到高纯度历史文明载体，充能完毕，生存权限已提升至 LV2，2层生态区解锁。警告：检测到未知高原文明信号接入。未知文明，这空间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坐标已暴露，倒计时开始。差不多了，这手艺你练熟了，以后饿不死。承你吉言，这把刀是特种钢改的，别心疼，尽管用。门锁死。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除非我敲暗号，否则别开。放心，我明应。看够了吗？物资越匮乏，人心就越烂。看来这栋楼的安稳日子快到头了。大哥，你看那条狗，那一身肉，够咱们吃半个月了。那是狼。带狼那个女的，好像是12楼那个狠角色。管她是谁，这么冷的天，她穿那么厚，包里肯定有好东西。跟上去。别急，银雪，几只老鼠而已，脏了你的嘴。前面就是那所贵族小学，给他们找点更有趣的礼物。这地方不错，东西都在，够烧好几天了。石墨。全是石墨，快抢！人性就是这样，看见骨头就忘了陷阱。那是那个女的，她要跑，她肯定要把好东西独吞，追！妈的，人呢？这就没影了。熊。是熊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是那头棕熊。昨晚绕路是对的，这群蠢货倒是遭了殃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在这个世道，选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。走吧，回去看看另一场好戏。看来官方这次是要杀鸡儆猴。这种时候，只有雷霆手段才能让人老实几天。长官，是他，是张超明主动找的我，我是被蒙蔽的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贪图万里小区的物资。闭嘴！根据战时管理条例，剥夺2人所有物资配给，即刻驱逐出安置区，生死自负。废物！别杀我！这就吓破胆了。
看来以前真是高看他了。狗咬狗罢了，走吧，没意思。江佑，你站住！悠悠，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，求求你救救云云吧，那是你妹妹啊，她才从魔窟里逃出来，都要活不成了啊！童兰心，还要演？上次脸打得不够疼吗？我不演了，只要你给一口吃的，给云云一条活路，让我死都行。你那背包里那么多物资，哪怕漏一点指甲缝的，就能救她的命啊！大家评评理啊！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富得流油，见死不救啊！既然你们想死，那就别怪我手黑。松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。大家都看看啊，这就是我的亲女儿，住在12楼，吃香喝辣，却要眼睁睁看着亲妈和妹妹饿死。太过分了！这种人就该被赶出安置处，把物资分出来，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吞。杀人容易，但这群蠢货会被舆论煽动成疯狗。既然你要演戏，那我就陪你演个够。妈，你还要逼我冷到什么时候？你说我对你不好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从小到大，你真的把我当女儿看过吗？你说什么胡话？5岁，我才5岁，你就逼着我大冬天在冰水里洗全家人的衣服，我的手冻烂了，流着脓血，你给过我一片药吗？你婚内出轨，气死我爸，带着许云云改嫁，为了折磨我，你还要抢我的抚养权。她是你的心头肉，那我算什么？我是你的出气筒吗？江佑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童阿姨为了找你，在雪地里走了1整天，你就算有怨气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毕竟是亲妈，总不能真饿死吧？过去的事，好，那我们就说现在的。2个月前，就在极寒降临前，是不是你逼着我嫁给那个60岁的秃顶老头，就为了给你换彩礼？你胡说，我那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我不答应你就把我赶出家门，这还不算完。1个月前，你带着人堵在我家门口，张口就要20万抚养费。我说我没钱，东拼西凑给了你10万，你拿了钱，亲口说跟我断绝母女关系，现在钱花光了，物资没了，又跑来跟我演母女情深，你当我是什么提款机吗？没有，大家别信他，他撒谎。我可以作证，当时我就在场。这位女士拿走了10万块现金，并立下了断绝书，拿着卖女儿的钱去挥霍，现在还有脸来这里乞讨，还要吸干女儿的血，这种人怎么不去死？活该！刚才还想骗我们的同情心，真恶心。童兰心，你的戏演砸了。如果你真的想活命，那边官方正在招人铲雪，管饭，别再来恶心我。走。妈，大家都走了。叫什么叫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起来！童姨，这一招不管用啊！那女人现在软硬不吃，还有那个男人护着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文的不行，那就来武的。可是那个男人很厉害，还有那条狗。只要他是人，就有弱点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最后的办法，只要那个东西进了小区，他那一屋子物资就都是我们的了。那家伙居然敢当众反咬我一口，现在全楼的人都在看我笑话。童姨，光生气有什么用？那人现在软硬不吃，舆论战我们已经输了。输？我怎可能会输？你看看张朝明，下面那群人早就不服他了。要是等他这点余威散尽，我们连这间屋子都守不住。那怎么办？利用他最后一点价值。他是楼长，手里还有小区大门的备用电子钥和安保密码。你是说把那个东西放进来？江佑住在12楼，那是铜墙铁壁。但如果整个小区都乱了呢？如果所有人都面临死亡威胁，谁还顾得上她是那个囤货女王？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。可是那样我们会不会？我们还有退路吗？要么饿死，要么搏一把。只要拿到江佑的物资，我们就能活。好，既然他不让我活，那大家就一起下地狱。我去拿钥匙。修谦，吓到你了。这伤口像是被某种野兽撕扯的。你去哪儿了？北山。北山？那里现在应该是一片死寂才对。我也以为是这样，但那里现在是地狱。
打开看看。这是野猪牙的獠牙，普通的野猪牙顶多6厘米，这东西它的本体得多大？像一辆在雪地里横冲直撞的小坦克，皮糙肉厚，我的唐刀砍在上面，就像砍在石头上。这不仅仅是个例，我在山脚下发现了大量的足迹，很乱，很密。你是说成群结队？他们饿疯了，山上的树皮都被啃光了，现在他们正在往山下移动。北山离这里不算远，如果他们下山觅食，不是如果，是肯定。这头野猪是我在距离国道不到2公里的地方杀的，他们已经在试探人类的领地了。前世这时候，变异的水神是还在深山潜伏了，是因为我的重生引发的蝴蝶效应，还是前世我根本没活到这个时候知道真相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现在的防御还不够，那东西能撞开防盗门吗？普通的防盗门2下就废，而且这东西记仇，我杀了一头，剩下的会循着血腥味找过来。江友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走。正好，我也想尝尝变异野猪肉的味道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升级一下装备，光靠冷兵器不行，我们要去这里搞点大家伙。这东西如果成群带带出现在城市边缘，普通的防线根本挡不住。没错，与其等他们冲进小区撞烂大门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而且变异野猪虽然皮厚，但肉质紧实，能量极高。这种鬼天气，我们需要高热量的补给。你的意思是把危机变成狩猎？一举两得。北山地形复杂，适合伏击，只要火力足够，那就是移动的肉库。方案可行，但我有个致命短板。什么？我从未用过枪，前世我只擅长冷兵器和近身格斗。这不算短板，只是未开发的技能。你的反应速度和动态视力是天生的射手苗子。今晚休息，明天一早出发。路上我教你，北山就是最好的靶场。好，既然要干，就干票大的。要想在这吃人的世道活下去，必须掌握绝对的暴力。这里太安静了，连鸟叫声都没有。极寒杀死了大部分弱小的生物，剩下的都是在这种死地里进化出来的怪物。是野猪群吗？风向不对，闻不到味道，但这里的雪层有点古怪。吃点东西，一旦开火，体能消耗会很大。在零下60度作战，室温比野猪更致命。走吧，既然来了，就没空手回去的道理。底肩要实，脸颊贴紧枪托，3点一线，眼睛准星，目标。这样。手肘再撑开一点，形成3角支撑。呼吸放缓，在呼气结束的瞬间扣动扳机，不要猛扣，要像挤牙膏一样均匀用力。试着瞄准那堆树枝下面，哪怕打不中也没关系，感受后坐力。看到了。准备好，我要引蛇出洞了。开火！偏了！别慌，修正弹道。它皮厚，这就是最好的活靶子。继续。中了！悟性不错，但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……怎么了？你看那些雪豹。他们在等什么？为什么不攻上来？在等同伴包围我们。这群畜生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开火！别让他们近身！皮太厚了，根本打不穿。不要慌，呼吸，把他们当成移动的靶柱，打眼睛或者耳后。饮血！我是死过一次的人，这点阵仗还要不了我的命。第一头，干得漂亮，保持这个节奏，不要停。那是指挥官。他们在规避弹道。火力压制，江友，
你负责点名漏网之鱼，我来截断冲锋流。擒贼先擒王。银雪，左翼防守，江右只有50米了，自由射击。不对劲，结束了吗？那个大家伙跑了。这真的是野猪吗？他们在包抄我们！看来今天的午餐肉要多到吃不完了。这些畜生终于死绝了。补充点糖分，刚才那波反扑消耗很大。谢了。这群野猪不对劲，他们懂战术，甚至懂诱敌。天灾在加速生物进化，看来以后我们的对手不仅是人。可惜了，这么多肉，凭我们2个根本运不走。哼，谁说运不走？看着。空间，它竟然也有空间！不用紧张，这是我的底牌，一种亚空间储存装置。这个戒指送给你。为什么？这东西在末世价值连城，你就不怕我杀人越货？因为我不仅仅需要一个队友，我需要一个能托付后辈的伙伴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你把这秘密告诉别人，你会死。所以我只告诉了你。拿着吧，算是刚才那场战斗的战利品分配。好，但这不仅是战利品，是投名状。利器不是这么用的，刀刃要顺着骨缝走，别硬砍。看，像这样。这里筋膜要剔干净，不然口感发柴。明白了，原来杀猪比杀丧尸还要讲究技巧。如果不是末世，我也许会是个不错的帮厨。如果不是末世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。你说的对，但这并不全是坏事。至少现在，我觉得这人间烟火气挺好。少贫嘴，这几十斤肉都要腌制，赶紧干活。这算是你交的学费。遵命，姜老师。前世我独自死在实验室，这一世，这该死的末世里竟然有了几分家的味道。这戒指的空间虽然不大，但用来做战术储备足够了。里面我放了一些应急的武器和药品，你留着防身。我的眼光一向很准，而且我相信我的直觉。拥有空间的秘密，是我们之间最大的软肋。一言为定。医学有情况，看来家里的麻烦也不少。不管是谁敢动我们的东西，今晚就让它变成冻肉。别杀我！我没拿你们的东西。看来今晚楼里很热闹，这是在开仓放粮。程长明完了，大家都在拿，这是我应得的。那是你们的事，把路让开。墙倒众人推，这些人嗅觉倒是灵敏。不过是狗咬狗罢了。走，上去看看戏。放下！那是我的腊肉！你们这群强盗！什么你的？这是大家凑的公粮！你个独眼龙私吞了多少？吐出来也是活该！小友，修先生，求求我是楼长啊！这群疯子要杀了我，你们有枪帮我赶走他们，物资我分你们一半。再往前伸1寸，我就剁了你的爪子。张楼长，
当初你带人围攻12楼的时候，可没说过要分我们一半。江佑，你见死不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有今天，早晚轮到你们。听见没？人家大佬根本看不上你那点破烂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毕竟你活不过今晚。借刀杀人，这一家子果然没个省油的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银雪，退后。越野车足够组建一个车队了，接下来是房车区。空间的边界感在消失。空间停留时间翻倍了，这就意味着我不再是被困在公寓里的仓鼠，而是一座移动的堡垒。物资已经溢出，空间机动性升级，留在这座死城毫无意义。父亲留下的线索在那边，现在的实力足够我杀出一条路了。但在离开前，得先把家门口的垃圾清理干净。看来有人比我还急着找死。为了活下去，连亲生骨肉都能明码标价，这就是人性。锦荣城已经成了困兽之笼，不想变成那样的野兽，就得成为这里的猎人。修强，明天来我这一趟。迁徙计划正式启动。江佑，白眼狼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。等等，这种垃圾留着过年。杀这种垃圾只会脏了你的刀。怕了吗，修岑？你以为他是什么好的？他就是个……闭嘴！走吧，有人会替我们收拾烂摊子。都死了，浩宇！下手挺狠，这是积怨已久。狗咬狗罢了，省了我们的事。佑佑，你要出门找物资吗？带上妈妈和云云吧。让开！佑佑，张朝明死了，我们孤儿寡妇没法活呀。我们不分你的东西，只要跟在你后面捡点漏就行。刚才那一刀捅得挺利索，现在装什么柔弱？你在说什么？想活命就凭本事，想做寄生虫，扑找错人了。借刀杀人，这刀确实挺快。小在种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银雪，警戒！通越野车我有不少，但我需要的是真正的移动堡垒。订购人锦荣首付，末世方舟定制版，全防弹车身，
独立供暖循环系统，军用级全地形底盘，这简直就是为末世量身定做的。有了它，去无人区的把握至少增加5成。空的，钥匙还在保险柜，车却没了。猛虎帮又是这群猎龙，抢了我的车，那就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。猛虎帮，一群只会抢残羹剩膳的瞎子。果然，顶级货色都有专属的防空洞。这就是末世方舟。全驱动底盘，60毫米聚烷酯隔缘墙，双层防爆隔热窗，这根本不是车，是移动的堡垒。不仅能防极寒极热，还有独立的水循环系统，8000万，花得值。既然来了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。饮血了，回家过年。猛虎帮替我保管好外面的垃圾，迟早我会去收利息。那是狼吧？千年头还能养这种猛兽？那是肉啊！这头狼够吃好久了。闭嘴！那是12楼那个女煞鬼，你想死别拉上我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恶意只是弱者的无能狂怒。那眼神如同看死物一般。走。下次让你那个残废妈也一起来，这点物资不够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裹得这么严实，差点没认出来。生，你的废话留着跟阎王说。恶魔，他是恶魔，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啊！身体变轻了，2个小时，翻倍了。上次博物馆收古董后是1小时，这次收了顶级房车和大量物资，变成了2小时。触发机制不明，可能是物资等级，也可能是杀戮。不管是什么，只要能变强，这游戏我就能一直玩下去。快过年了，银雪，咱们得准备点年货。你要把这里改成刑讯室？光防得住不行，还得让人不敢碰。这层是耐低温强力胶，配上这些钢刺，谁敢伸手拉门，我就让他这就变成连体婴。物理粘连加物理村刺，很实用。我这儿没有胶水，但这东西你应该用得上。这给我的？搜物资顺手拿的，我留着也没用，算是换你的胶水技术。谢了，这可是硬通货，回头我也给你的门涂一层。那是我爸以前用的牌子。嘴硬心软的邻居，合作愉快。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那半斤肉吸引，这时候的物流园就是一座不设防的金库。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比起半斤施舍的冻肉，我要的是整座仓库。这个年，我要过得比谁都肥。这身体素质果然进化了，比平时快了1倍。那半斤冻肉的诱饵，足够把所有的饿狼都引到官方救济点去。没人抢，没人管，今晚这里就是我们的自助餐厅。银雪，
跟紧，别掉队。运气不错，一来就是硬通货。以后汽油是用一滴少一滴，这东西才是长久之计。越野摩托，虽然我现在还驾驭不了这野兽，我不会骑，不代表以后没用。收了。下一个，食品区如果没好货，咱们就直奔家具。唉，中场休息，补充点热量。外面的人在雪地里抢冻肉，咱们在仓库里吃热饺子，这就叫信息差。吃饱干活，把这片区扫完，咱们换个更有趣的地方。成人用品，这东西在末世除了解决生理上的问题，也就是当个燃料了。是仿真人偶，做的这么真，差点以为是大活人。如果在黑暗的走廊里摆上这么几个东西，手里再塞把刀，那绝对能把心怀不轨的入侵者吓得魂飞魄散。呼吸机除颤仪，便携式 B 超，这可比黄金贵重多了。有人！只要他敢往这边走一步，就只能让他永远留在这儿了。算你命大，银雪，去隔壁宠物药品区，那是最后一站。这些是给你囤的医保，以后受伤生病，咱们不求人。3点半了，撤，回程路远，天黑前必须进市区。怎么了？还没冻结时。这是刚泼上去不久的，零下50度，雪泼出来3分钟就该成冰渣。这是有人算准了我的路线，特意给我留的加餐。原来是用新鲜人血与引路，这就是官方的手笔吗？真是下了血本。找死！银雪，上！一群被血腥味冲昏头脑的畜生，也想拦我的路。这顿见面礼，我收下了。回来了，看来路上不太平。碰上一群不长眼的猎狗，顺手清理了。这又是你的新杰作？加强版防攀爬网，涂了强力粘鼠胶和神经毒素，谁敢徒手爬上来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我喜欢。其实我也刚回来不久，我在楼下清理吸血时，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痕迹。你也看到了？路面上有喷射状的血迹残留，我看过痕迹，那是从高处人为泼洒的。而且，那是人血混合了诱尸剂。果然，我在回来的路上被猎狗群包围，那地上的血甚至还是热的。在这种极端天气下，能拿出这么大量的新鲜血液做诱饵，除了官方那个 SZ 大楼，我想不出第二个势力。看来上次我们给风水员的那封信，还是让他们顺藤摸瓜猜到了什么。不一定是暴露，更像是一种试探。他们在筛选，或者说在寻找像你这样拥有超长战力的幸存者。不管是试探还是筛选，这种把人当斗兽处仇人的做法让我很不爽。那个沈润副指挥长行事风向来这句，大概率是出自他的手笔。沈卫是吗？想拿我当磨刀石，就不怕崩断了他自己的刀？不管他们想做什么，这道门他们进不来，我也不会让他们进来。那是自然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咱们就陪官方好好玩玩。陆指挥，
今晚的试探结束了，目标人物战力极强，那头变异狼更是凶悍，实力远超我们的人，不可小看。小沈，你就是太多疑，身手好是好事，现在缺的就是能干的人。不只是身手好，他面对变异兽群那种冷静，还有清理现场的手法，绝对不是普通幸存者。我怀疑关于他是基因改造人的传言，并非空穴来风。这种异常个体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。够了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抗灾，明天就要发粮，别把精力浪费在这些虚无缥缈的猜测上。花纹中间呈太阳形，前掌齿纹加深，这是为了加大冰面摩擦力。这种做工精良的防寒战术靴，除了官方，没人穿得起。身高1.8米，体重75公斤左右，受过专业训练。看来那位沈副指挥长对你很感兴趣。感兴趣，那就看他有没有命查下去了。这鞋印一路延伸到了附近的观察点，既然确定是官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只要他们不撕破脸，我就当不知道。但如果敢把爪子伸进我的地盘，我就剁了这双爪子。回去了，今晚还有别的戏要唱。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命啊！看来你的防御系统生效了，这是哪儿来的小毛贼？救命！快救我下来！这是哪儿来的小毛贼？救命！快救我下来！江佑，是你吗？我是文峰啊。文峰，你居然还活着，真是祸害1000年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有了新欢。江佑，你这么快就忘了我们的感情，找了这个小白脸。江佑，这东西你认识？以前眼瞎时候认识的一条狗。江佑，你别太过分！我是听童姨说你过得好才来的。你刚才说是谁让你来的？是童姨，童兰心。把嘴闭上！再让我听到你喷粉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需要我帮你处理掉吗？这种垃圾留着也是污染空气。别杀我！我是江佑的前男友，你们不能杀我！前男友，你也配？童兰心让你来干什么？说实话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口的机会。我说，是童兰心，她住在8楼，她跟所有人说你是基因改造人，说你那个死鬼老爸给你留了特殊的基因药剂。基因改造人，原来官方的关注是你童兰心招来的。好，真是一出好戏。他还说你空间里有几百亿的物资，他正伙同楼里的几个恶霸，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向官方实名举报你，还要带人上来强攻。看来我们被自己人出卖了。这谣言要是传到那个沈卫耳朵里，已经传到了。今晚的猎狗群就是沈卫信了谣言的结果。滚！什么？滚回8楼去，告诉童兰心，这份大礼我收到了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他可能会乱说话。他只是个传声筒，留着他，正好给8楼那群人带个信儿。既然童兰心想玩借刀杀人，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引火烧身。今晚要加班了？不急，既然他们要在明天举报，那今晚就是他们最后的狂欢。修琛，准备好武器，明天一早我们去给8楼送终。指纹深度、摸索位置完全一致。果然是他们，贼喊捉贼的把戏玩得挺溜。走，别盯上我。长官，我有重大情况举报，我要举报那个女人。如果是为了多领一份粮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不是关于那个江佑，他是基因改造人。你说什么？他父亲是疯狂科学家，给他留了基因药剂，他在零下50度都不怕冷，还能凭空变出物资。有点意思，带他去登记，若是属实，重赏。这种零发肥，以后就算我也没法生产。不管能不能种地，先囤了再说。谁？出来！别动手，是我跟踪我，没那个胆子。我是来报信的。昨天那个女人徐颖，她向官方举报我是改造人。改造人？童兰心编故事的能力见长。别大意，现在外面都在传你身上有抗寒基因，吃了你的肉能长生不扫。8楼那几家已经疯了，准备联合起来搞你。谢了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，拿着，赶紧滚回你家待着。今晚这栋楼
会很吵。两位大哥，他就在12楼，只要拿下他，物资全是你们的。不用你们上去，我亲自下来送终。哟，这就送上门了，兄弟上！我的手！拦住他！文峰，你个废物，快拦住他！别扯我不干了！江友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是这老太婆主使的。举报我是改造人，想让全城的人来吃我的肉。童兰心，你这心肠烂透了！悠悠，我是妈妈呀，我是为了你好。那个徐影湖说的。妈妈，你也配？别杀他！我有秘密，我有关于你身世的秘密。若有一句废话，你也得死。他根本不是你亲妈，你是他偷来的！闭嘴！死丫头，把照片给我！原来这就是你恨不得我去死的理由。对，我就是恨那个女人，凭什么她能拥有你爸？我就是要看着他的女儿像狗一样在我面前任人揉圆搓扁。既然不是我妈，那我杀你就不怕遭雷劈了。原来如此，因为嫉妒，所以偷换人生，虐杀我生母。悠悠，以前是妈，是阿姨鬼迷心窍。你看在我养你20年的份上，养是捧杀，是吸血。圆圆，快救救你姐姐，快啊！妈，既然你这么爱我，不如替我去死吧。你个死丫头！杀你怕脏了我的斧头。许云云、文峰，今天这屋里只能活下2个人。老太婆，别怪我，我也想活。我是这里的主人，你们敢？银雪，走。没想到你还会做糖醋排骨，闻着就很香。都是以前存的半成品，尝尝你的手艺。今晚是除夕，这一年不容易。是啊，能活着坐在这里吃热饭，已经是奢望了。8楼的事情解决了。我不动手，自有人动手，那一家子算是散了。过去了，以后只会更好。借你吉言。不过，你有没有觉得今晚有点热？升温太快了，极寒要结束了。这未必是好事，物极必反，接下来恐怕是大麻烦。积雪会迅速融化，洪水、瘟疫、变异虫潮马上就到。银雪，忍一忍，还没到最热的时候。来了。这才第1天，就已经像蒸笼了。吃慢点儿，别激着胃。请广大幸存者注意防暑，官方已组织打捞队清理水面尸体与垃圾，防止瘟疫滋生。瘟疫、虫潮、高温带来的连锁反应，比极寒更考验人性。坐吃山通不是我的风格，趁着水深还没退，得去那个地方看看。那个游戏大亨的办公室应该还没被光顾过。银雪，
起身。到了，28层，希望能有点惊喜。这就是顶级资本家的快乐吗？可惜现在这些甚至换不来一个馒头。来晚了。这是顶级老坑玻璃种原石。这次的能量怎么这么强？这就是空间的完全体形态，不仅仅是仓库，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。有了这片地，就算物资吃空了，我也能自给自足种出一片天。这种地方还有备用电源，里面藏着什么？沈卫的搜寻队，鼻子倒是挺灵。既然撞上了，那就看看是谁接谁的活。指纹锁，抱歉，我没那耐心。进。这就是顶级资本家的不安全感吗？倒是便宜我了。这是恐龙蛋化石，还有三面虫。这股能量比玉石霸道太多，吞噬古物净化山川。看来这空间的胃口是越老越好。此次1对1到达顶层，爆破准备。沈卫的人上来了，撤！这种内陆城市库存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这就是最大的库存点，怎么这么空？沈队，大部分都被搬空了，痕迹很新，就在刚才。刚才那就是还在附近。在这里开枪，我有把握干掉他，但很难全身而退。哼哼，封锁前后出口，用热成像移扫，就算是只耗子也给我揪出来。压水仪器，那边有动静，有我，是诱饵。我就知道这种热闹你不会缺席。沈卫疯了，他在全城地毯式搜捕，为了物资，也为了找人。不仅仅是找人，你看水位线，按照这个蒸发速度，最多3天，锦荣城就会从泽国变成旱地。高温旱灾，水路断了，我们就成了困在水泥盒子里的鱼。官方正在收缩防线，建立核心避难所，那意味着普通幸存者会被彻底抛弃。沈卫的包围圈也在缩小，他已经怀疑到这片区域了。你的意思是，离开这里，在水彻底干涸之前，利用最后的水路冲出锦荣城。现在走确实是最好的时机，但那个地方……江友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是守着这座死城和沈卫玩猫捉老鼠，还是去搏一条生路？你得立刻决定。知道了，你说的话我会考虑。至于沈卫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走吧，回去了。修阳的担心并无要领，坐以待毙绝对不是的我的风格。这鬼天气，冲锋舟消毒那一会儿功夫，差点没把我蒸收。每日停留时长增加了3小时。看来疯狂搜刮物资确实能刺激空间进化。只要物资够多，迟早能在空间里建个避难所，彻底摆脱这该死的气候。有事儿？天气太热，我这正好有套多余的空调设备，想着你应该用得上。你要送我，这可是现在的保命符，理由？你也帮过我，
况且这东西我有2套，但我缺一些精神食粮。成交，进来吧。好了，外机我也做了隔音处理，外面听不见动静。里面存了500部电影和单机游戏，够你打发时间的。这交换很公平，谢了。前面的站住，把偷的消杀药品交出来！官方的人，这个点抓贼。文迪，怎么会是他？江友，快跑！我没偷，那是他们栽赃我的，我没有。刘老二，找死！嘿嘿嘿嘿，这招调虎离山怎么样？那个家伙估计正在这会儿还在审讯室里哭呢。哈哈哈哈！二哥这脑子就是好使，兵不血刃，白得这么多好东西。嘿嘿嘿嘿。干什么？这是老子的，你也配喝这个？二哥，我就是渴得冒烟了，我就喝一口。滚一边去！要不是老子策划，你们连屁都吃不上。二哥，要是官方查出来，那是死罪呀！查个屁！那娘们儿是个独狼，没人会保她。这就是末世生存法则，懂不懂？谁呀？想黑吃黑？哟，这妞比刚才那个正点多了，这腿这腰，妹子啊，拿着把刀吓唬谁呢？不如跟哥几个乐呵乐呵，物资分你一半。你也配？给脸不要脸！今天就教教你！吵死！你是那个江佑？文迪的事，谁的主意？姑奶奶饶命！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就是捡点破烂。我不喜欢听废话。我说，是我想的招，但我没想害死她呀。具体怎么做的？栽赃流程说。我让杜可儿去偷的药，她是女的，身形小，不容易被发现。过来！别杀我，是二哥逼我的，真的是他逼我的。我数到3，我去应聘了消杀员，趁着交接班没人注意，偷了剩下的药剂。官方的人没认出你？谁也认不出。回来后，二哥带人去闹事，我趁乱把药塞进文迪的床垫下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这是特制的神经毒素，潜伏期1小时，1小时后内脏溃烂，7孔流血，神仙难救。你豪毒的信，比得过你们？想活命吗？解药我有。给我，只要你给我，这些物资全归你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我不稀罕你的命，现在立刻去 SI 大楼自首。自首？那会被枪毙的。偷窃虽然重罪，但不致死。可留在这里1小时后，你们必死无疑。还有58分钟，只要文迪无罪释放回到小区，我就给你们解药。当然。你们也可以赌一把，赌我是不是在吓唬你们。只不过他的下场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不介意多杀2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也是死，你去也是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